击鼓弹琴、俊男、视觉系的鲜花丑男、丑男玩着棍棒，这都是些什么啊？我要说这是花艺展，你可能不会相信，但这确实是最近在日本花道界忽然兴起的新势力——宇都宫龙会。它让本市静态的花艺变得如此热闹和动感，吸引了众多年轻女性成为狂热粉丝，甚至让传统花道派系受到了巨大冲击，有很多派系已经解散。作为传统花道派系的代表和尊严的捍卫者，月岛流的大佬近来感到压力山大。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宇都宫，也来自他自己的手。他最近插花时总是手感发麻发抖，插出的花型都是歪斜的。大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大女儿小桃身上，但小桃最近似乎有些疯狂，经常去飙车。你问小桃为什么会这样疯狂，只因他经历了巨大的刺激。在婚礼当天，那男的突然说了一声抱歉，然后就跑了。小桃从此就不再平静，闲来无事就去飙车，脚踏板都快踹坏了。遇到警察时，他还知道停下来躲避，怕被抓超速，但最终还是被警察抓到了。保释出来后仍旧执迷不悟，总是心不在焉的骑车，迟早会发生交通事故。终于和一辆28大杠车正面相撞，这种情况下自行车肯定处于劣势，于是他急转弯进了右侧的河道。这部剧的男主角叫风桑，长相平平，有一个2次元风格的妹妹，造型多变。他开了一家自行车店，既卖也修，只是实体店的生意一般。巧的是，小桃摔得浑身是泥，带着损坏的自行车刚好来到他的店。小桃一进店就坐下，说让我来个足底按摩，并要求换一套干净的衣服。虽然这要求有点过分，但风桑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，毕竟他长得帅。这就是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情况。除了经营自行车店，风桑大多数时间都在照顾卧床的母亲。有一天他送饭时，发现母亲已经去世。在办理丧事时，通过几个老朋友的谈话，得知风桑照顾母亲已经很多年了，大概有20多年。如果现在还选拔孝子贤孙的话，他肯定能被选中。因此风桑一直没时间找对象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。正在这时，花姥姥出现了，她是风桑母亲的姐妹，受托给风桑介绍对象，效率很高，葬礼当天就安排好了。大家看了介绍的照片，觉得长相一般，不过优点很明显，胸前很有看点，大家都叫他气球。你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？那位气球现在已离婚，带着一个孩子。在小桃疯狂的那段时间，他还整夜追剧，睡到自然醒。幸好他有一个好妹妹，妹妹不仅洗衣服，还叫他起床，还给他做早餐。吃饭时，妹妹说现在和都宫的关系很紧张，发德正到处找你。他家房子不大，隔断多，规矩很多，到门口得先跪下，然后拉门，进去后再跪下，然后关门，走几步，再跪下才能开始聊天。从这些可以看出传统的保守和复杂性。可惜现代人都很着急和都宫的头头对抗，人家说得清楚明白，我们坚持传统文化，但也提倡进化，因此我们总是只提供必要服务，并不摆架子。今天月岛家父子主要讨论的是爱情的真谛。家长直言告诉孩子，我们艺术家的恋爱方式和普通人不同，一定要主导一切，这样感情才能成为灵感的源泉。一旦失去主动权，你的灵魂就会被榨干。所以你现在应该随便找人谈恋爱，等感情美好过后就果断分手。小桃觉得这样不好。这天小桃去还风桑衣服，顺便查看自己的车修得怎样，恰好在门口遇到一个2次元少女。原来风桑正在和气球相亲，气球的孩子已经5岁，开始变得有些让人头疼。小桃试图偷看里面的情况，正巧被风桑发现。风桑相亲结束后立刻出来接待客户，约在他们常去的咖啡馆见面。两个哥们看到小桃都很惊讶，评论说没想到你有这么漂亮的客户。小桃开玩笑的让他们给自己打分，问自己的颜值能排第几，没想到有人说是第4。小桃问为什么不是第1，那人解释说第1的人都是高贵冷艳不可接近的，像高岭之花，第4名更亲切一些，让人感觉有接近的机会。两人最后误以为小桃是夜总会的陪酒女郎，说有机会一定去捧场。另一方面，与都宫分家，来到月嫂家提亲，希望能通过这种政治联姻的手段呢，让自己在业内可以有点名分。而他们的女儿们还浑然不知，正忙着玩乐，玩过山车，逛鬼屋，购物，大吃特吃，期间还讨论了谁来接班的问题。这时候看出妹妹奈奈酱有点哈士奇的性格，情绪特别不稳定，时而火冒三丈，时而泣不成声。我觉得她主要是缺乏自信。于是小桃对她说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接班呢？离婚后我的味觉就消失了，但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剧是2018年拍的，那时还没有新冠病毒。风桑加班把自行车修好了，小桃来取车时，两人还开了些暧昧的玩笑。风桑说，其实我是新买了一辆给你。小桃则说，你能把我也修好吗？反正现在也没别的事。两人就又去了咖啡馆坐会儿，期间聊到了风桑相亲的事。小桃说，离过婚又怎样，我也离过婚，大家都很感兴趣，说这事儿有料，我们得听听。小桃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，讲述结婚时那男的为什么离开。原来当时突然来了一个女的，说她怀了那男的的孩子，于是那男的就跟她走了。风桑听完后拿出小黑板，写下喜怒哀乐4个字，按照他妈的理论，认为你是个好女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简而言之，你被甩了后没有选择憎恨，因为爱不会转化为恨。这番话效果很好，大家都很配合。
还鼓了掌。小桃听后觉得很受启发，大家继续畅饮唱歌。小桃高兴的喝多了，醒来时发现自己在风桑的家里，不知道是谁帮忙换的衣服，但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没发生什么。风桑已经做好了早饭，两人随便吃了几口。风桑一边搅拌纳豆一边说：“我刚被那个气球拒绝了。”小桃听后哈哈大笑，问怎么回事？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？说完伸脚掐了一下封藏，接着继续大笑。说实话，我没太懂这段戏，有懂的人能解释一下吗？他们当时在想什么？这一年的12个月都被重新命名了，7月被称为文乐，大家计划举办一个文乐会，邀请全国著名的花道大师参加，要当众展示技艺。由于月岛老爷子手不灵活了，大女儿又处于疯狂状态，所以只能由二女儿奈奈来做，这也等于宣布了下一任掌门的人选。可惜老二现在还承受不了这种压力，当场就崩溃了。这该怎么办？一对丰满的嘴唇几乎填满了整个屏幕。是的，这是石原里美在涂口红，一旦这火红的唇色完成，她立刻进入了状态，然后就是她的出场。大家给我加油！伴随着动感的音乐，这才是掌门应有的气势。小谭站在这里，先唱了几句，我虽不懂歌词意思，但听着就起鸡皮疙瘩。小桃3下5除2，就弄了好几个盆子出来，下面掌声雷动。虽然他父亲似乎不太满意，但这宇多宫很满意。他说这就是我要的。老月岛说这个还不行，得再缓缓。插花表演时，作品的正面展示给观众，花艺师在做的时候看不见，因此高手心中都有一个镜像的自己。小桃目前的问题是，受到结婚和离婚事件的影响，我的另一个自我也消失了。正在考虑的时候，那个疯狂的商人打来电话，他说上次你不是说你当陪酒女郎吗？我这2个朋友偷偷攒了钱，想要请你。小桃想，适当时候接触基层也是一种体验，这也算是一种采风，于是他同意了。他找了一家进去谈，老板一看他血压直冲160，老板说我终于能翻身了，大众点评上一直批评我们的陪酒女郎，现在只要签下眼前这位美女，就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形象，把不好的名声一脚踢开。小桃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只服务这一桌的几个人。老板听了，想用饥饿营销的方式让别人先羡慕几天。妹妹奈奈酱和小桃还不是一个妈生的，琉璃子才是他们的亲妈。琉璃子正在和宇多宫讨论战略合作，谈论资源的互换，帮助奈奈上位成为掌门。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，看了下时间还早，就不浪费时间上床了。看这几个人的样子，也不能怪别人，说这里就像侏罗纪公园。小桃一亮相立刻成为焦点，她的存在让气氛变得活跃。旁边2个人建议你们试试看。小桃说谁怕谁，试试就试试。这时风桑说别厚鼻脸，我说我喜欢你了吗？这话立刻让气氛变得尴尬。风桑解释说这是你们教的招数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责骂他，说你是不是漫画看多了，不懂得灵活运用。风桑对小桃说你看我漂亮吗？小桃上去给了他几个响亮的巴掌。回家的路上，小桃接到了那个结婚离婚男的电话，本来开心的瞬间变得严肃。这男的约她见面，小桃就带他去了他们常去的咖啡馆，他们经常在那里聚会。这个男的虽然有些神神秘秘的，但他主要是想发展婚外情，想让小桃做他的小三，继续秘密见面。小桃回应的比较委婉，但他的意思其实是让他滚蛋。他还把婚戒还给了他。这时候一个捧哏的人立刻出现，赞扬他说你真棒，你真了不起。刚夸奖了几句，花姥姥就来抱怨风桑了，质疑风桑自己的条件，竟然拒绝了一个追求者。风桑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小桃算了一下，心想那喜欢的人难道是我？因为风桑曾说被拒绝了，于是小桃就果断去自行车店倒贴了，主动散布各种谣言呢。他主动说风桑和他已经成了朋友。教导主任和2次元少女都很震惊，当然最震惊的是风桑，他急忙出来解释。小桃追问他不是拒绝了追求者吗？还说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个人不就是我吗？风桑解释说他那么说主要是因为那个追求者的孩子太吵。风桑说孩子太闹，这话让旁边的教导主任很感兴趣。教导主任开玩笑说要不你考虑一下我，你看我怎么样？风桑回答说你其实就是把我当备胎，你并不是真的喜欢我，这不就是占了便宜还卖乖吗？还期待别人真心喜欢你，要求太高，你也应该现实一点。小桃心里想我已经这么主动了，你这是在说什么呢？小桃一气之下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宇多宫在得到琉璃子之后，立刻开始追求他的女儿奈奈酱，这个变态非常执着。但奈奈酱对此并不动心，他说我才不是你的狂热粉丝。但这男的还是不放弃，手里握着杀手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和琉璃子合作之后，琉璃子就开始帮他出谋划策，告诉他该如何追求，揭露了奈奈家的致命弱点。这是做什么呢？干嘛要用这招呢？这招真的很管用。原来奈奈酱是个坚定的唯心主义者，他相信命运和轮回这些神秘的事情，再加上宇多宫高超的演技以及他惊人的扑爱技巧，他果然找到了突破口。到了7、8月，日本要举行夏季祭典，大家穿着传统服饰一起庆祝，大家高高兴兴的，一边吃喝一边闹着玩。风桑说你怎么能放过这么大的便宜？你是不是傻？你看《非诚勿扰》里的葛优，你怎么不学他？赶快打电话约小桃一起去逛庙会。小桃为了找回自己的另一面，有空就闭关练习插花。宇多宫成功吸引了奈奈酱的注意，
演出结束后，两人出来聊天，他首先阐述了自己的理念，然后开始吓唬奈奈酱，最后故意欲擒故纵，说他姐姐可能更适合我。他的这种手法非常熟练。小桃确实给了风桑机会，一叫就来。在庙会上又看到风桑在打鼓，风桑呢就给他走了个后门。他说你也上来瞧几下。这里要插入一条新闻，小桃的前夫在整理房间时，发现妻子竟是月岛门的女弟子，而且还对他隐瞒了这件事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镜头再回到庙会，风桑展现了佛系的勇敢精神。他看出小桃还常想起那个男人，所以他一直在调情，也只是想利用他呀。其实只是想利用他，忘掉前任。何况他还是个平凡丑陋的男人，用过之后就随便扔掉，也不觉得心疼。即使这样，风桑还是勇敢地说：你上次提的那件事，我思考了一下，我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。来吧，尽情伤害我吧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如果有个女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你一看到她就开始自卑，什么念头也生不出来，那这个女的就是高不可攀的存在。小桃温文尔雅，出身名门，气质高雅，还是插花艺术家，过几年就能掌管月道流，成为一代宗师。那些普通男人一看到她就会感到内心受伤，所以小桃是典型的高不可攀的女性。风桑想和小桃交往，帮助自己忘记失恋的痛苦，具体怎么做呢？大家还得一起开会讨论一下。风桑拿起小黑板，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，讲述了他和母亲的故事。核心观点是你需要脱敏，就像林嫂那样总是啰嗦同一个话题，时间久了就会渐渐无感，太极生两仪。所以他想让小桃不断的和他谈论他和前任的事情。小桃就给他来了一场传统的相声表演，言辞犀利，然后气冲冲的离开了。奈奈酱被宇都宫扑傲后，有些神魂颠倒，插花时常常心不在焉。老月岛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于是提出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很根本，非常形而上，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插花？花本就是美的，我们为何要费心插花？扑傲完奈奈酱后，又开始接触小桃，为此还联系了媒体，拍摄了一系列时尚大片，现场和小桃拼命搭档。这时旁边的奈奈酱看着有点嫉妒，我一直以为这二次元少女是风桑的妹妹，没想到她是风桑朋友秋宝的女儿，也就是她的大侄女。那天大侄女给她解释，为什么小桃那天要用水泼她。她说凡事不能生搬硬套，你和你妈的故事是母子间的事，除非你想当小桃的儿子，否则就不能这样套用。小偷回家时，前夫来找她，非要给她一个手提袋，说里面的内容值得一看，原来里面是月岛门给前夫现任妻子的结业证书。这说明小桃和前夫的婚姻，以及前夫和现任妻子的婚姻，都可能是一场阴谋。女督工为了哄一个走失的小女孩，推掉了所有商业演出。这一幕恰好被奈奈酱看到，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。小桃在酒吧体验生活后，发现做陪酒女郎挺有趣，所以她想喝酒时，就在这天风桑来找她，说这个地方她消费不起，我上次开会时胡说八道，为了表示歉意，这周末我请你去北京植物园玩。小桃说哪都不会和你谈前任的事，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故事吗？为什么还要挖掘别人的过去？琉璃子和宇都宫开会后说不对，你不是要追求我女儿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小唐的联系方式？宇都宫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名誉对我们都是虚的，我要娶的是月岛家的掌门，谁是掌门我就娶谁。现在看来你女儿似乎没希望。琉璃子说我们开会的目的不就是帮你女儿当掌门吗？女主哈哈一笑，我这么说吧，你们都是我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。小桃和奈奈根据前夫给的线索一路追查，最终发现她和前夫的婚姻是被有预谋的破坏的。奈奈酱说姐你别误会，这个坏人肯定不是我妈，我妈一直希望你能嫁出去。小桃说对，当然不是你妈，是你爸，也就是我爸，也就是老月岛。于是小桃去和老月岛对峙，老头很平静，说你之前失去了另一个自己，就是因为你迷恋世俗谈恋爱，你还跑去结婚，不想继承我的事业，也是因为你失去了另一个自己。小桃说别绕圈子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老月岛说你有成为艺术家的天赋，这是天赋的恩赐，你却不珍惜。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孤独的，你是艺术家中的佼佼者，所以你命中注定孤独，这辈子就一个人吧，不要再想谈恋爱了。小桃倔强地说我不累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吕多公约小桃吃饭，小桃没来，奈奈酱来了。吕多公说你就别白费力气了，我和你妈都说清楚了，我只娶月岛家的掌门。奈奈酱说那如果我当掌门呢？哎呦不好，这个傻白甜要变坏了，防不胜防，尤其是家里的人，尤其是一个老狐狸。小谭不理解为什么老爸非要让他孤独一生，还在背后搞鬼，毁了他原本可能幸福的婚姻，难道就因为那失去的另一个自己吗？照镜子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场景，小桃被吓坏了，反复思考了很久，心想不对，我觉得这部戏不是鬼片。心有余悸，突然看到风桑给的北京植物园门票。这一天天气晴朗，风桑在植物园等小桃，还把小桃吓了一跳。风桑说你不是一直想听我讲故事吗？哎，我回去想了想，确实有一个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。风桑讲得真好，声情并茂，到了该哭的地方还真掉了眼泪。这成功引起了小桃的母性关怀，不仅把她抱在怀里，还亲了她。这小子的计谋得逞了。兄弟们，你们都学到了吗？小桃对风桑印象大改，
这打破了他多年如一日的平静生活，生活中荡起了阵阵涟漪。以前风桑像个39岁的孩子，不知疲倦地在大街小巷游荡，现在他对情感和两性关系有了一些朴素而朦胧的认识，于是悄悄借了本《恋爱48诀》，希望有所帮助，期待这本书能给他指点迷津。小桃的前夫来找他，根据我给的线索，问他是否可能是你父亲，故意安排一个女弟子来勾引我，来破坏我们的婚姻。这话也挺有趣的，你难道一点意志力都没有吗？一勾引就上当。实际上，小桃已经和他爸老月岛对峙过，但他没有告诉前夫真相。他还说，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，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，看清楚世界的清浊、爱恨，以及摇曳的光影。这是我们乐岛家的家训，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受益。对了，我最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，就像《老友记》里的中央咖啡馆，我们这几个人常常聚在这家店里。这一天，我们几个无所事事，又聊起了家庭和婚姻。老板娘觉得离婚要趁早，别等到双方都看不顺眼，闹到脸都撕破了才离，到那时就难办了。围绕这个观点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期间，小桃主动公开了和风桑的关系进展，让大家都挺意外的。我们已经亲过了，大家都为风桑感到高兴。奈奈将要与雨都宫配对，打算竞选月岛掌门。他问老月岛这是行得通吗？老月岛非常开明的回应说没问题，可以的，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当掌门。奈奈酱当时就没再说什么，总不能说是为了追女孩吧，既然亲都亲了，就不用再装矜持。小头没事就在风桑的2楼待着，他们一边吃西瓜一边聊天，感觉还不错。期间风桑还活用了恋爱诀，从探讨艺术的角度开始聊天。我觉得风桑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有艺术天分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和普通人看到的不同。然后他们又聊到艺术家的作品，生活即个人。小桃本来就是艺术家，他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，和风桑争论了不少。不过最后，风桑从图书馆借的书被小桃发现了，姐妹俩一起做饭，本来呢就是互相配合，氛围还挺好的。这时候，奈奈酱又开始表现出随机性2哈抽风症。她先是夸赞姐姐小桃各方面都比自己强，然后突然觉得自己被压制，感觉被操纵，还说自己也要竞选掌门，最后情绪失控就跑了。幸好没有撞到桌子。与老友记不同的是，他们还有一个常去的娱乐场所，就是小桃工作的酒馆。讽刺的是，他们在这样的地方，却在讨论男人为什么会出轨。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风桑说，他绝不会出轨，也不希望被背叛，还引用了《论语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然后不知怎的，连小桃提议玩亲嘴游戏，他也不配合，转身就跑了。这时候，插播一条广告，小桃的前夫一拍桌子，把毕业证书放上去，说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，放心，这不会改变什么。他的老婆就哭了，说这都是总部的指示，接下来的剧情怎么发展就看情况了。如果这女的本来就不喜欢这男的，那这个组织就有点邪教的意思。小桃追到自行车店，又亲了风桑一次，问这第2个吻感觉怎么样。我猜可能太刺激了，哥们直接就跪下了。他那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真的说到小桃心里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还在念叨自己上学时不认真，怎么孔子的这2句话追女孩这么管用呢？奈奈酱现在可以在镜子屋里练习插花，但她似乎不太适应那个环境。掌门这种活跟所有的一把手、大领导一样，是个注定被孤独的职业。为了保护妹妹，小桃去问老月岛，为什么给奈奈酱这么大的压力？为什么要把这纯洁的孩子推向复杂的环境？害我一个人还不够吗？甚至还在挑拨我们姐妹的关系。老月岛又故作玄虚地重复了一遍：亲与浊，爱与恨。我觉得这几句话非常好，亲与浊、爱与恨都有明显的界限和各自独特的特点。到了第3句，摇曳的光与影就复杂了。掌门这种活跟所有的一把手、大领导一样，是个注定被孤独的职业。摇曳也就是加入了运动，光与影摇动起来就模糊了，混沌了也就全面了，辩证了甚至可以相互转换了。这句话和三生万物差不多。总之，父女俩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。老月岛还是那句话，情爱都是虚幻，男人的话不可信，鬼花道才是生命的真谛，你将来会明白。小唐不信这一套，说伤害我一次不能击垮我，我还想再试试。风桑那边，也薛文感到有点纠结，因为他看到了小桃拍的杂志大片，知道了小桃的真实身份，烂得在和他姐姐吵架后，跑到雨都宫来询问。他问什么是另一个自己，这雨都宫还真帮忙，又解下了领带。不过这次和琉璃子不一样，这次他只是蒙住了奈奈酱的眼睛，让奈奈酱练习闭眼盲擦的技巧。那天晚上，风桑接到了小桃的电话，让他出门，外面有豪车和专职司机等着。司机带他来到了小桃的大豪宅，一进门就是跪地迎接。我发现日本人真喜欢这一套。小桃做了正式的自我介绍，说我是月岛翁，然后2人又尴尬的笑了。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在卧室里，风桑明显有点紧张，问能不能关灯，随即被小桃推倒。第2天早上醒来，风桑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。一起吃早餐的时候，小桃还采访了他，问他感觉震惊吗？脑子是不是还在嗡嗡响？2人说说笑笑，感觉很美好。可惜这不是最后一集，这才是第5集，所以他们注定还要面临各种波折，还有折磨。琉璃子在这和雨都宫玩水，这小子
趁机教唆琉璃子背叛月岛，单独拉拢了一批花皂师傅。琉璃子有点犹豫不决，突然被毒弓拉进水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奈奈酱过来了。这对母子上演了一出伦理大戏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。造孽啊！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。在加奈子的咖啡馆里，小桃和风桑向大家官宣了，连教导主任都觉得合理，大家非常高兴，纷纷上前恭维，左一个右一个的夸奖，甚至还提到了奥黛丽、赫本和电影《罗马假日》。姐妹俩一起聚会，两人都很激动和好奇，因为她们各自带了自己的男朋友，都想看看对方的男朋友长什么样。两个男生在电梯里碰头了。风桑说，按照我们东北的习俗，我们应该算是连桥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可这对比差距真的很大，很少有这样的情况，看得出风桑有点失望。接下来是见家长的重要环节，风桑特意打了领带穿西装，路上司机高井先生教他一些礼仪和流程，内容和坐火车到北京站前。大喇叭里跟大家说的差不多，都是各种注意事项。风桑到了家里一看，觉得这家庭也就那么回事，越有钱人越抠，大房子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。老岳父问他准备好倒插门了吗？风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来当赘婿的，我是来娶你女儿的。我们家虽然只有自行车店，虽然没有你们家那样绵延百年，但也是父辈传下来的。小桃激动地说，以后就像疯了一样，月岛家的掌门人将来就让奈奈当。从这一刻起，小桃被逐出家门，她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同时觉得也应该帮妹妹立威，就去找宇都宫说，如果你敢让我妹妹流泪，我会让你流血。琉璃子不明白为什么小桃走了，东宫的太子位为什么还不传给奈奈，于是就去敲门质问。老岳父出来就把他按在地上，说这种事你管太多了。琉璃子心说好，既然你如此的无情无义无理取闹，那你就别怪我也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了。司机高井先生想要劝告风桑，他的意思是你俩可能不太合适，建议你们尽快分手。风桑只是点头哈腰，完全没有反抗，这让旁边的二次元少女很生气，她情绪爆发，开始严厉地反驳高井先生。可惜因为年龄差距太大，沟通起来有些困难。小桃前夫的现任妻子找到小桃，她说她的丈夫失踪了。小桃回答说他肯定不在我这里，放心，如果我见到他，我会让他早点回家。那么这个失踪的男人去哪了呢？他因为老月岛破坏他的婚姻而怀恨在心，悄悄地溜进来，偷偷给老头一块板砖。你看这个大户人家这么有钱，居然不安装点安保或门禁系统，难道连条狗都不养吗？奈奈总是找机会跑到宇都宫家，他安慰他说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想当掌门，你过来倒插门，等我继承了月岛家，我就把位置让给你，你不就是掌门了吗？这女的真是心大。这时突然接到父亲受伤住院的电话，小桃那边也得到了消息，两人都急忙赶往医院。老月岛对高井说，这事别让警察介入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我是在洗澡时踩到肥皂摔的。小桃单独去看望他父亲时，老月岛使用了最后的手段，终于提到了小桃的亲生母亲，说他母亲因难产而死，他坚持不顾自身安危也要保下孩子，是希望你能继续月岛的传承。你嫁人是小事，你母亲临终前的遗愿你就不考虑吗？我之所以破坏你的婚姻，是为了遵守对你母亲的承诺。小桃哭得非常伤心，她说对不起，我以前太幼稚了。与此同时，高井先生也在向风桑讲述过去的事情，主要是想说你配不上小桃。这次二次元少女不在场，但是老板娘和太子在旁边，他反驳司机先生说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不论他是否同意。小桃已经开始动摇了，就像当年灭绝师太逼迫周芷若一样，小桃当场承诺会不惜一切代价，不计后果，不择手段，克服一切困难，找回失去的自我，即使这意味着一生的罪恶感。琉璃子到底打算怎么无情无义的闹腾呢？他们招来了20个花道师傅，这些师傅都表示支持奈奈成为掌门。小桃回家时被前夫堵住，他说要离婚，我们的关系还有救，希望你能再次爱上我。小桃现在正到处寻找罪恶感，罪恶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。那天早上，风桑醒来，发现小桃正在给他做早餐，还哼着小曲，心情似乎很好。他想起了母亲的话，如果他表现出这种症状，肯定是外面有人了，而且睡得很满足，或者他有所求于你，在掩饰自己的谎言和背叛。吃饭时，风桑感觉自己的头顶已经开始变绿了，但他已经有所准备，趁机送出了家传之宝。我以为是一枚大钻戒，结果是一枚海蓝宝石。饭后，他们去了一个咖啡馆，小桃在那里表演插花，观众纷纷称赞，但小桃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，找不回失去的那部分自己，这让他在创作时感到极大的痛苦。风桑看在眼里，红豆和奈奈酱给他做刨冰，顺便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小桃的前夫突然出现，就是吉时先生。奈奈显得非常震惊，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。小桃解释说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找回自己，这需要罪恶感。与此同时，芬芳和二次元少女在进行婚礼彩排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充满期待。高井先生来跟风桑说，大兄弟，你人真不错，我再次劝你，你和小滩不适合，相信我，这绝对是为了你好。艺术家性格都很古怪，你是个好人，你肯定受不了。风桑说，那我再解释一次好了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日本人结婚可能需要填写申请表。小桃让风桑的2个好友当证婚人，所有资料都填好了，只差风桑签字。然后大家为了庆祝这幸福时刻，一起喝了一杯麒麟一番炸。小桃提议，
我们趁热劲直接去提交申请吧。于是风丧背着他去了。奈奈酱和宇多公讨论起罪恶感这个话题，想向他咨询一下。姐姐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宇多公说，我猜你姐小桃可能想做一件坏事，可能在风丧婚礼当天退婚，把这种痛苦转嫁给你未来的姐夫，然后她自己一个人承担着罪恶感，继续工作和生活，也许这样她能找回另一个自己。奈奈酱觉得姐姐这样做实在是很缺德，于是第二天去找风嫂，要开一个通气会。没想到风丧早有准备，他说，你这孩子真正直，但你不用担心，就让你姐姐用她最厉害的招数狠狠地打在我身上。他还拿出了那天提交的申请，他早就拿回来了，你姐也用不着为这事再离一次婚。他们的对话被二次元少女无意中听到，他心想还是二次元好，这现实世界太复杂了。过几天老月岛就要拆线了，那天他和琉璃子出来散步，设下一个圈套给琉璃子，他让小桃和奈奈江公开比赛，谁赢谁就当掌门，你去找20个评委打分，或者当场从观众中随机选几个打分。琉璃子一听到有20个评委，觉得可以操控结果，小桃做出这种不道德的决定，心理负担还是有的，他痛苦的几乎要疯了，于是提议去海边吹吹风。他向高井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计划，下一任掌门由我来担任，因为我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孩子，所以下任掌门就让像奈奈这样的孩子来当，这样琉璃子就成了掌门的外婆，大家都能满意，真是一箭双雕。婚礼当天，风丧的亲朋好友租了一辆车，大家一边唱歌高高兴兴的出门，只有奈奈陪着姐姐。两位当事人心情都很复杂，一个准备做坏事，一个明知对方要做坏事还要装作不知道，都是演技派。镜头转换，宇多公向老月岛汇报情况，他把琉璃子给的20人效忠名单直接交给了老月岛。原来他们俩早就联手密谋，小桃不是老月岛的亲生女儿，而是他前妻和司机高井先生的孩子。老月岛曾用尽各种手段刺激小桃，只是为了提高她的插花技艺，其实是为了锻炼奈奈，让小桃成为炮灰。姐妹俩的比赛结果其实早就注定了，虽然小桃技艺更高，但老月岛会精彩操作，最终决定奈奈将继承掌门。看来除了导演，没人比他更能折腾。第一次是日式婚礼，第二次则是西洋婚礼，穿婚纱走红毯。除了小桃、风丧和极少数人，只有二次元少女明白真相。小女孩心情复杂，不知道剧情会如何发展。关于婚礼流程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。神父讲了一堆话，然后问风丧是否愿意。风丧说他当然愿意。神父又说了一堆话，问小桃是否愿意。小桃说我愿意。然后神父说好的，你们可以接吻了。接吻后礼成。这时婚礼骇客出现，这个小子当众冲上前去抢走了新娘小桃。小桃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想看看风丧此时的表情，没想到风丧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这是小桃没预料到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美国电影《毕业生》的结尾，达斯汀·霍夫曼挥舞着十字架，边喊边抢走了新娘。这个角色是由吉纯先生扮演的，但这个小子没高兴多久，两人回到了小桃的豪宅。小桃说：“进去吧，你媳妇在里面等你，然后可以随意离婚。离婚时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。”这男的就问这一出戏算什么？小桃说：“这就算昨天的事情了。”风丧最后那一笑，让小头非常费解，他感到非常纠结。司机高井先生来向大家道歉，这些老朋友非常愤怒，说必须得赔偿和精神损失，否则我们绝不同意。高井先生表示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，我认为艺术家为了创作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风丧说：“没错，我完全理解。”然后安抚大家，说我是完全自愿的，并且是为了艺术献身，希望在日本花道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金钱买不到的愿意。你们就都歇着吧。话虽如此，但一个人的时候难免还是会自怜自伤的流眼泪。被甩的一方心理上总是处于劣势，而且习惯了这些事情。月岛家这边作为京都神宫流的杰出代表，兵马先生来访，希望能看看月岛家姐妹的手艺。奈奈可能是妈妈安排的乡亲，没有来参加，而是偷偷跑到宇多宫那边。这个宇多宫竟然是兵马先生的兄弟，但宇多宫是个庶出的私生子。那天两个大侄女在讨论风三的婚礼，最后时刻笑得那么开心的是什么原因呢？桑说：“我本来打算做一个悲痛欲绝的表情，让小桃带着罪恶感去生活和创作，但那一刻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心情复杂，所以即兴笑了一下。这一笑肯定让小桃感到困惑，我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他会记住我。这是什么人啊？帮忙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你这算哪门子为艺术献身？怎么能进入日本花道史呢？”小桃那边将来只能靠奈奈来解开他的困惑了。他一拿出结婚申请，说：“风丧，我早就看穿了你的诡计，只是故意配合你，帮你度过这一劫。通过这一过程，他最终也许能修炼成仙，达到仙界。所以说演戏还是得演主角，因为主角永远不缺人疼爱。”风丧转过头，在图书馆再次邂逅了一个美女。这屋子里这么多书，他们为什么偏偏同时拿同一本书呢？这是什么样的缘分？老月岛还是公平待人，因为他的光与影的核心理论和苏察哈尔灿一样，必须有强烈的反差和对比。他想尽人间的荣华，也尝尽苦楚，所以他才要破坏小桃的婚姻，
所以他也为奈奈设计了一出道德剧。而今天正是这出戏的高潮，让奈奈撞见女督公和她亲妈。在开会的现场，也就是关键时刻上床，女督公有点犹豫，不忍心下手。老月岛又发表了一番金玉良言，他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不闻大粪臭，怎知饭菜香？想要庄稼好，全靠粪当肥。当家的大粪尚且随处可闻。”吕督公担心他继续说下去，急忙打断了他，说：“行了，老爷子，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再说我就要吐了。”就在奈奈兴致勃勃去找吕督公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一幕，感到非常震惊，说：“你们这也太不伦不类了。”然后就失魂落魄地跑了。风桑这边突然有急事，正在愁打不到车，图书馆邂逅的美女突然出现，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小桃之前曾严厉警告，说如果让我妹妹流泪，就让你血流成河。所以一知道妹妹出事，就立刻来找吕督公兑现承诺。吕助公说：“大姐，这都是你们家老爷子安排的，我没什么事，我最多就是个演员而已。”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作为私生子，他感到不服，为什么自己和神宫流长子兵马的待遇相差这么多，所以要争取花道协会的支持，帮他成为掌门，让老岳投他一票，这就是他愿意这么做的原因。小桃在镜子屋里找到奈奈的时候，这孩子浑身是血，太惨了。风桑为了感谢那位美女，请她吃了顿便饭，还随便聊了聊天。小桃非常羡慕兵马先生能见到另一个自己，他想知道其中的诀窍。兵马就说：“你用罪恶感的方法也不错，只是还不够彻底，因为那个男的在你心里还留有影响。你现在只需要找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，赶快上床发生关系，就能消灭那颗种子，之后你的罪恶感就会彻底消失，你就能找到另一个自己。”这哥们的方法真是简单粗暴。老月岛来访奈奈家，说将你现在这强烈的情感融入花道中，你就能成为掌门。小桃自己在思考，风桑留给我的种子到底是什么？难道是这枚海蓝宝戒指吗？这两个青梅竹马的生活乐趣，就是来找风桑的麻烦。今天在家带着孩子唱歌后，又责备他几句，没想到风桑突然发怒，甚至反击了。几个人正在吵得不可开交，小桃到了，大家突然茫然了。小桃说：“我来还你戒指的。”两人又开始眉来眼去，东拉西扯几分钟后，小桃离开。兵马先生给小桃展示了一次背向插花，小桃一看说完美，果然是能看见另一个自己的人做的。风桑这边也不闲着，在图书馆再次遇到了大美女。大美女提议借完书后一起去吃饭，风桑带着大美女去了加代子咖啡馆，这让旁观者羡慕不已，说这小子真是福气不浅，错失一处得长于他处，40年不恋爱，一旦开始恋爱火力全开。两个老朋友迫不及待过来把风桑推开，坐下来说要找到自己的定位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的更适合你。大美女自我介绍，说她叫新庄千秋。两姐妹对决的日子终于来了。老月岛突然说：“你们这些评委，晚上来的时候我会挑几个人打分，我们这次直接看成品，这样你们就不知道哪个作品是谁的更公正。”这立刻破坏了琉璃子的所有计划。于是两姐妹各自独立创作，所以比赛的不再是背向插花。风桑一直听小桃念叨什么丢失的另一个自己，这让他也变得好奇，想去研究一下这个见不得人的另一个自己到底是谁。于是就借了很多关于花道插花的书，整夜阅读并思考。两姐妹在创作时都感到困扰。小桃的问题源自风桑，奈奈酱刚经历了强烈的刺激，两人都感到非常矛盾和纠结。进入投票环节，这些评委虽然是琉璃子找的，但因为不知道哪个作品是奈奈的，为了保险起见，结果是双方票数相同，最后决定性的一票在老月岛手里，他投给谁，谁就会赢。所以实际上最终结果完全由他掌控。老姜还是辣，他自然会投给自己的女儿奈奈酱。所以小桃说了。兵马先生看到这结果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看来月岛流快要结束了。”虽然他不知道谁赢了，但哪个好哪个坏，他还是能一眼看出来。在宣布结果的那天，捞月岛还不忘对小桃进行打压，真是杀人诛心啊！这让小团彻底崩溃了，自信心碎成了片，感到非常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去了母亲的墓地，又在镜子屋里疯狂练习插花。看到姐姐这样，奈奈酱也很难过，她仍是一个纯真的好孩子。最后小桃跑了出去，说她要去和兵马先生睡觉，这样就能找回失去的另一个自己。这完全是疯了。宇都宫和琉璃子也摊牌了，说我们这些阴谋诡计，其实老月岛都知道，因为这是我们两个联手演的一场大戏，你们所有人都被我们玩弄了。大漂亮已经正式加入了风桑他们的圈子，时不时就跑到加代子的咖啡馆找他们玩，还谈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大家聊得很开心。奈奈酱来了，对便宜姐夫说：“你得去把我姐救回来。”他跑去和兵马先生睡觉了，他们赶紧打车过去。这时候兵马先生的仪式已经开始，沐浴更衣，上床了，也不知道风桑他们能不能及时赶到。等到风桑最后到达时，兵马先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。那你难道已经办完了？兵马先生说：“不用担心。”关键时刻他情绪崩溃，晕了过去。人现在在楼上，你带走吧。风桑把小桃抱下来，然后和兵马先生讨论了几句，说所谓的另一个自己，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自己，消失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过程，你就别再忽悠人了。兵马先生问你到底是谁，风桑说是西红王力宏。不
不是铁西区人行街修自行车的。在电梯里，小桃醒来，问风桑情是何物。原来大漂亮是小桃派去的，专门来对付风桑的。她家境富裕且有权势，以前在意大利留学，作风很奔放。小桃让她来勾引风桑，一旦风桑上钩，她就会觉得这个男的也没什么特别，就能轻易放弃他，全心投入到插花创作中，不再总想着那个大漂亮。她说只要用我的腰部曲线，征服风筝就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正要脱衣展示时，被小桃拦住，说这里有摄像和导演，服化道的人在场，你就不要脱了。要不说风桑啊，也是个旷世奇才呢。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和阅读，他解决了花道界的终极难题。这个外行人竟然解决了。上一集的结尾，他对兵马先生说的话完全正确。所谓的另一个自己，就是小时候的自己。我建议你有空再思考一下，如何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，继续为人类造福。现在风桑要进一步发展，开始尝试插花艺术。歇了会儿，再掀开门帘，他要展示一下手艺，于是买了一些廉价材料，在家里做了一盆插花。兵马先生也向小桃坦白，说你那个修自行车的朋友说的对，另一个自己是小时候的自己。人总是要成长的，除非能穿越到高维空间，像电影《星际穿越》里一样，否则找不回童年的自己。小桃问之前他怎么说的，兵马先生说啊，嗨，我也看不见另一个自己，这不是我助手说的吗？我们要是生个孩子，肯定是个天才儿童，所以我想试试看。小桃又问，为什么我爸总提这个？比赛还让我输，批评我骄傲自大。兵马说，那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妹的手艺肯定不如你，我们艺术家就应该自信，信心是创作的基础。这边奈奈酱也在追问，为什么各方面都不如姐姐，还被选为掌门？这孩子还挺聪明的，配不上位置，到时候谁难受谁知道。老月岛说，因为小桃根本不是我亲生的。大漂亮的勾引行动继续，开了语音直播给小桃听，效果很好。亲友团极力夸奖大漂亮，虽然是小桃自己策划的，听了还是有点吃醋。风丧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小桃的豪宅门口，这是我的手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桃心里想，这个新手真是讨厌，竟然还敢给我指点。宇多宫和兵马的决战也开始了，他自视甚高，还利用了电脑 3D 技术，甚至贿赂了好几个裁判，但终究还是惨败，只拿到了2票，1票是大哥给的，1票是奈奈将给的同情票。大漂亮进一步采取措施，找机会向风桑诉说自己的不幸经历，果然引起了风桑的同情。风桑给了他真诚的祝福和鼓励，宇多宫的秀场彻底失败了。小桃来和他聊了几句，他对小桃说，我们真是同病相怜，你甚至还不如我，至少我还有点血缘关系，你完全就是个外人。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真相了。小桃刚知道非常震惊，于是他去镜子屋找老月岛确认，知道真相后表示了感谢。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这些年老头对他还是不错的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失落，连大小姐的身份都没有了。他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还好可以去做陪酒。小桃最讨厌出轨，讽刺的是他自己就是出轨的结果，这让他感到崩溃。风桑来找他，他正闹腾的时候，风桑被人攻击了，幸好关键时刻高井先生出现了，没想到高井先生还练过功夫，尽管受了伤，风桑创作的热情依然未减，想把第2个作品送给小桃。高井先生来取花时，风桑说，我猜没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小桃的亲生父亲，我觉得这时候你应该把真相告诉他，对他来说应该有些帮助。奈奈酱又开始单挑了，这小子现在感到有点羞愧。奈奈酱说，我姐姐也有一个灵魂上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把我算计一下呢？那样对我打击不是更大吗？宇多宫说，我不想污染你，你太纯洁了，看到你那闪闪的大眼睛，就像是等着被坏男人欺骗的无知少女，想到这我就心碎了。奈奈酱说，对，所以我要来净化你。说完就抱了上去，纯情真是要命啊，朋友们。高井先生听了风桑的建议，告诉小桃他就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但效果似乎不太好。小桃觉得非常恶心，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大漂亮冒雨去找风桑，全身湿透了，必须得换衣服。大漂亮用了杀手锏，展示腰部曲线，她换上了一套非常性感的睡裙，同时开始了语音直播，意思是告诉小桃，我现在要把这个男的搞定。小桃知道大漂亮的能力，觉得风桑肯定抵挡不住，非常难过，这次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大漂亮要在小桃面前搞定风桑，小桃心里没底，几乎已经放弃了，没想到风桑竟然抵挡住了。只听他说，这是整蛊吗？这里有摄像头吗？我不可能这么受欢迎啊，你别跟我闹了。大漂亮说，哪有什么真人秀，我也不是随便的人。风桑说，那也不行，主要是我还一直在想那个女的，她的每一个表情，她的哭闹时刻不时出现在我眼前。大漂亮说，即使你们现在是夫妻，我们一次出轨，只有天地和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说，别人也不会知道。有些女的很成熟，事后一点也不粘人。风桑说，确实有些男的也是这样的，就喜欢这样的女性，但我和他们不同，这种女人我不会感兴趣，我更喜欢那种动不动就哭闹，甚至威胁自杀的。风桑担心大漂亮不能理解，就解释说可能有点难以理解，比如说去早点摊喝豆浆，豆浆碗和鸡缸杯哪个更容易碎？2个女人都觉得豆浆碗更容易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用的人太多。风桑说，鸡缸杯永远不会碎。2个女人又问为什么，
风桑说鸡缸杯多贵啊，必须小心翼翼的呵护。在我眼里，小桃小姐就是鸡缸杯，随她去吧。这话让小桃哭了。奈奈酱为了和督工一起，也决定离开月岛家。老头子微笑着说：“可以，你现在被逐出家门了。”奈奈酱高兴地搬了过去，和他姐姐小桃住在一起。他说：“当我离家出走的时候，老爸似乎还挺欣慰。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你成为月岛家的掌门。”小桃说：“我不是他亲生的。”这样说也难得。那怎样？你觉得他不爱你吗？小桃回忆往事，陷入沉思。大漂亮的勾引计划完全失败了。于是，在咖啡馆和大家坦白，说我也是难以企及的存在。大家都非常惊讶和羡慕。果然还是让小桃来当掌门。小桃也同意了。于是他约了风桑见面，还给他做了一盒盖饭，告诉他我将成为掌门，我们可能就要结束了。风桑直觉得事情不妙，他感觉像是真的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因此他开始感到绝望。这盒盖饭也是带着泪吃的，吃到一半又觉得不行，我要把那高岭之花摘下来给小桃，他看到一定会回心转意。几个傻老头子一想，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，就带上教导员，4个人开车出发了。小桃在镜子屋里问那2个老二次元，我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老二次元说，你妈也是搞花艺的，她的理念不是摇曳的光影，或者是另一个自我，她常说花是我是花。小桃听后豁然开朗。摘花小分队根据线索来到这个地方，确实发现了高岭之花，而且确实很高，想着发个朋友圈算了。只有风桑坚持要摘下来放在小桃的豪宅。没想到这招真的有效。小桃将自己的顿悟告诉了奈奈，说要共同努力。2姐妹都很兴奋。原来小桃要开创新天地，创立一家新的花艺流派，并且已经联系了花艺协会，只要这次展示能全票通过，她的品牌就能成立。不过这非常困难，主要是看她父亲的态度，因为她父亲有否决权。小桃在台上不停地讲述，一边创作，最后提交了一件作品。兵马先生率先夸赞，说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，我很感动，我肯定投赞成票。大家都是行家，你能看就好，我当然也能。大家都投了赞成票。老月岛看完后说，这不是传统月岛流。小桃说没错，这是我的新流派。老头问他是否真的决心要走这条艰苦创业的路。小桃说没错，如果不成功，我不会回头。老头就表示同意。宇多公现在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养马，但还是被奈奈找到了。他说，我现在无处可去，你得收留我。风桑采花时摔伤了，住院了。出院时，大漂亮开车把他送回家。一进家门，家里已经变成了花的海洋，这都是小桃的功劳。上到2楼，小桃跪了下来，压力太大，2人亲昵了一番，就决定以后一起生活。不过小桃还带来了2个老二次元，家里更热闹了。这件事一公开，大家都欢腾得像过年一样。琉璃子那边也平静下来了。老头说，没想到真正守护这个家的是你，辛苦你了。我也不知道这话怎么说出口的。2人互表感谢。老月岛还说，比起我前妻小桃他妈，你给我的压力小多了，因为你是外行，所以和你在一起很轻松，这就是我阿姨喜欢你的原因。琉璃子说，我不信，除非我们再生一个孩子。老头说要3胎，你是要3胎还是要我的命？后来的日子，风桑继续做自行车生意，小头在社区教花艺，2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婚后生活。